你娘这要死了吗？那我今天回去之后可得要和奶奶他们说一说，早点准备丧事。哎呀，难怪奶奶说你们兄妹是丧门星、倒霉蛋，专门克人的。你爹这才没死多少年，你娘要被你们克死了。等你娘死后，也不知道我那个狠心的公公会不会将你们两个野的赶出家门。要是被赶出去了，那你们兄妹是不是就要上街去讨饭去啦？你怎么能诅咒我娘呢？她可是你的婆婆，是你的长辈，我们兄妹更不是什么丧门星，你说的太过分了。我怎么咒你娘了？不是你自个说她病得快不行了吗？我娘没有病得快不行了，只要拿这条蛇的蛇胆当药引，她就能好。那你娘还是继续不行吧？这蛇胆她是没这个口福能吃喽。说实话，你娘确实是太老了点儿。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呢？你也太不孝顺了。对想要害死我的后婆婆孝顺，我脑子又没进水。我都说对她没道德了，说出这种话不才是应该的吗？你无耻！我承认对你们全家我是没有道德，不会愚孝，可无耻这个我可不承认。不孝和无耻的不正是你自己吗？我才没有呢！你别当着几位公子的面诋毁我。行了，你也别想着将他们当傻子。你和这位连公子唱的哪出戏我都能看得明明白白，更别说他们了。之前你们唱的那戏，他们不过是当笑话看罢了。你别乱说，我才没有。几位公子又不是你别自以为是的乱泼脏水了。所以你诋毁我也没有用。真不知道你哪里来的自信。我刚才说的话你们认同吗？我家的洗脚丫鬟都比她的模样身段周正，所以乔小娘子说的对，这点把戏在我们眼里不过就是个笑话罢了。这样的女人送给我当洗脚丫鬟我都嫌弃。就她这样的，从清风楼随便拉一个出来都比她强多了。我们眼睛又不瞎啊。对了，清风楼是京城比较大的一家秦楼楚馆。你们怎么能这样呢？年少，将这样的货色找来勾搭我们，你是不是觉得我们眼瞎的厉害啊？还是想将我们当傻子玩啊？这位公子误会了，在下没有这个意思。你有没有这样的意思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拿这种货色来勾引我们，你侮辱谁呢？我回去就告诉我祖父，你们连家瞧不起我，随便找个女人就想塞给我，想玷污我的清白。几位公子，真是误会了，我们真只是上山来找蛇胆，凑巧和你们遇到了，还要狡辩。要不晚点下山，我们就请带来的御医去为那个病得快不行的妇人看看，是不是真没蛇胆就活不下去了。她一个秀才娘子，哪有资格让御医看病？还是不劳烦了。哼，确实没资格。不过今天爷高兴，就帮你们这个忙了，省得你们在山里忙活浪费半天，又是唱戏又是抓蛇的。行了，带着你的人滚吧，看着就碍眼。再啰嗦废话，我就让人出手了。到时候我就说，你们想暗杀本少爷，我的人就是将你们都斩杀在此。你们连家都不敢有人来本少面前放个屁，你信不信？信，我信。我们这就离开。乔爷为了小白几颗蜜丸，安抚他一通，这才让他回窝。我们现在去抓野牛吧，离这儿不远了。好，这条蛇你不带回家养吗？我看着也好通人性。我们家现在太小了，不适合养，等到新宅子盖起来，我就将它带回去看家护院。这山里是不是没有其他这样的蟒蛇了？当然了，我家乖宝这种可遇不可求。你真厉害，养什么都这么有灵性。可能是河神大人的庇护吧。河神住的地方是什么样的？乔爷就将仙侠剧里头看过的宫殿综合起来描述一下，听上去就很像那么回事儿，所以三人都信了。聊着聊着，在小黑的带领下，几人找到了野牛群。除了牛王外，你看上哪只就说。一会儿咱们抓的野牛，有小黑这么聪明通人性吗？可能性很小，小黑这样有灵性的野牛很少见。你们要野牛吗？不了，我就看上了小黑这样的。既然再难找到，那我宁缺毋滥。我对牛没什么兴趣，你自己来吧。乔娘子，你觉得哪只好？要不就那只小牛，我看他刚才一进牛群就被其他小牛排挤出来，他娘应该已经不在了，更容易带走。这样的小牛你带回去，比成年牛或者小黑这种半大牛犊子更好养乖。我做了一些牛喜欢吃的蜂蜜丸，可以卖点给你啊，你时常拿着喂养训练，等到这只牛长大了，应该会比较听话乖顺。
你如果不要这只小牛，那我就要了啊。那就是它了，咱们要怎么抓？直接上？你直接过去抓，一会儿就被野牛群包围顶死踩死了。我力气这么大，我都不敢冲进去直接抓牛。那怎么办？当然是靠它了。小黑，去把那只小牛给带过来。这样就行了？不然呢？难不成还跑去牛群里打一架？那样咱们都肯定是有去无回。再说了，咱们要抓的是幼崽，哪里能这么暴力？吓到它怎么办？你说的有道理。好啦，接下来呢，你自己将它带下山吧。一路上你就多摸摸它，用这个蜜丸哄着走就行。你们等我会儿，我采点那种药材来做药丸。你还会做药丸？难不成你还会治病？我不会治病，但会做不少有针对性病情的药丸。你会做治疗疟疾的药丸？会。我现在要去采摘的药丸呢，就是用来做预防和治疗疟疾的药丸。我们家有老人和小孩，我就想着还是先做一些预防着。你能肯定这药丸能治疗和预防疟疾？我能肯定。这也是你从河神那里学的？对啊，所以我不会看病，但是会做一些有针对性的药丸。那你现在还能和河神见面说话吗？不能，我从河里活过来之后就断了和河神大人的联系。药丸你们想要吗？如果要的话我就多做一点，你们拿去试试就知道效果了。当然要，有劳乔娘子多做一些了。还有你刚才说的那些药丸我都要。我们也都要。行，那我多做点给你们。我之前听说府城里有家小姐请了闺中好友去欣赏牡丹蜡烛，并被传为佳谈。那牡丹蜡烛有11朵，每一朵的颜色还不同呢，听说看上去和真牡丹相差无几。是你们家做的？对，那牡丹蜡烛就是我娘子做的。哎，现在还有吗？我想看看。我们也想看看。萧兄说的这个牡丹蜡烛是县城的几家少爷定制送给他未婚妻的，独一无二的。我们这儿现在也没有了，倒是他父亲先前定制的墨菊蜡烛还没有送过去。你们感兴趣的话可以看看。那等什么呀？走走走，去看看。哇，这也太精致了。哎，卖给我吧。这个是几家家主定的，所以没办法再卖了。不过我听说他是要送给你外公的。这个几家家主倒是会投其所好，我都这么喜欢墨菊，我外公肯定也会喜欢。我能定制几株一样的吗？不能，我们定制的蜡烛都是独一无二的。你可以定制其他的墨菊，比如开花的模样不同，朵数不同的墨菊，但一模一样的不行。那我要定制，除了墨菊，其他的菊花也要。令浩看到桌上放着一张八骏图的图，这个不会也能定制做成蜡烛吧？当然可以啊，这是几公子制定的，到时候会按照这个图将8匹骏马做出来。那我要定制和小牛一模一样的蜡烛，能做吗？可以做，就是调色有点麻烦。你想要用小牛模样做蜡烛的话，还可以多定制几只。乔乔娘子，你是会玩的。按照你说的，我要定制一套，我就定制9只小牛的蜡烛吧。可以，不过时间上得要等等。等你的9头牛做出来，怎么都要1个月之后了。没事儿，我能等。我会留一个小厮在县城等，你做好之后直接给他就行。行，牛蜡烛的话，我建议用木类的香味，还能散发不同的香味，厉害了！我第一次知道蜡烛还能有那么多香味。那能不能每一只牛都来一种香味？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凑齐9种香味。可以凑齐9种，我就给你每一只牛调一种香味，蜡烛的烛心就在2只牛角和尾巴上吧。好，就这么做。相公，一会儿呢，你照着外面的小牛多画一点不同姿态的模样，让令公子选择9只。接着曲姐也挤过来，定了9种不同的菊花蜡烛。那龙形的蜡烛你能做出来吗？做倒是能做，但这怕是不妥。为什么不妥？不是能做吗？龙代表着真命天子，也只有当今的陛下才有资格拥有。乔娘子想得很周到，这样你尽管放心的做。这蜡烛呢，我就是用来送给当今陛下的。有你这话，那就没问题了。你是要做1套还是1条？能做1套，当然1套好啊。那你给一个建议。要不做5条龙，然后摆放成5龙戏珠的模样。香味的话，要不都做成龙涎香。这个主意妙啊，那就按照你说的做。好，你如果要献给陛下的话，那就要求精，所以时间上会长一些。还有龙涎香用其他香料调出来的不正宗，所以最好是你来提供。没问题，我会派人送龙涎香来给你，时间上3个月左右，能成吗？没问题，
那个计划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其他的都准备好了。你应该都已经想到了让谁去点火最合适吧？娘子想到的肯定和我想的一样。奶，虽然我们认识这3位贵公子，但县城那2个野的却得罪了他们。那2个野的怎么了？陆家人等人听完之后，本来的激动换成了气愤。嘿，这个不知羞耻的，真是丢人呐！还那么狠毒，连你养着的蛇都不肯放过。哎呀，这得罪了3位贵人，会不会牵连你们呢？牵连倒是不会，3位贵人还是比较明事理的。就是吧，以后这种事儿啊，怕经常会发生。这次不连累，下次也可能连累呀。我看陆周兰野心很大，卯足了心思想要嫁到贵族家里去。这要是出什么事儿，不止连累我们，还会连累我们家姑娘们的名声。最近啊，抓紧时间，赶快将五郎过继给老三吧。五郎可是要继续读书考试的，不能被那2个不要脸的野种给连累了。好，我们听奶奶的。对了，奶奶，过几天可以去县城一趟。奶，他联合玉家人来膈应你们，你们也能反膈应回去啊。哎，好，等过几天咱们就去探病。另一边县城，兰儿，那个萧公子的身份绝对比侯府小公子的还高啊，真是可惜了。好啊，这个死丫头，我让她绝不能留在陆家。娘，那要怎么赶她走啊？之前乔家都没有带走她呢。哼，这乔家带不走，那就让陆家人直接赶她走好了。陆家人现在将她当个祖宗一样供着，怎么会赶她走？要是她失去清白呢？那个小贱种跟陆家人还能容得下她？那死丫头力气大，一个能打好几个人，要怎么让她失了清白呢？你那个远房表叔不是在春风楼做打手吗？让他找几个人一起将那死丫头清白给毁了。他们这样地方出来的人，有的是手段对付那个死丫头。他力气再大，如果被迷晕了，还不是任人宰割？只要事情能成，就给他30两银子。钱太少了，他肯定不会干的。好，我明天就去请表叔喝酒。你不能去，你怎么能让人看到跟那种身份低贱的人在一起呢？更不能让人拿住你这样的把柄。这样，你明儿个先将你五舅找出来喝酒，等喝得差不多了，就让他去找你那个远房表叔。还是娘想的周到。第2天，少少，这是谁惹你了？我看你刚才的脸色好臭啊！我那个后娘，你后婆婆。他们要做什么呀？想对我下手？他们找人想毁你清白，让你被陆家赶出去。太小看我了吧？我是关心则乱吧？放心吧，你娘子不是谁都能欺负的。我娘子最厉害了。你现在要去找乔家人？对啊，我去找他们点火。那就再多添一把火吧。添哪一把火？比如玉婉之和我爹，在成亲前他们就有私情。陆周瑾兄妹到底是谁孩子这种？你这个主意好坏。你找我干嘛？是不是可以去你那贱人娘家闹了？那边还没有到去的时候。不过现在倒是有个赚钱的机会，问问你们想做不？赚钱的机会那必须要做。什么事儿？你说说。你让我们去找你公公和婆婆闹？哎呦，这死丫头是不是又傻了？这明显就是让他们去败坏那2人的名声。那2人名声坏了，对他跟五郎能有什么好处啊？这不是得被牵连吗？对，就是去找他们闹。你们的伤也养得差不多了，要是想要动手也是没问题。闹倒是没什么，但怎么赚钱呢？这还用我教你们？你们之前在玉家是怎么要赔偿的，在我公公家就怎么要呗。我们能闹大和多要点钱吗？当然能，闹得越大自然越好。什么时候去闹？今天怎么样？今天太晚了，等你们进城他可能都回家了。明天一早你就带着全家去县学，让人将他叫出来，也别去其他地方了，就在县学门口闹。要是不闹大，让很多人都看到了，以他的性子是不会给你们钱的。好，我就喜欢闹大。
对了，你们还能拿他们的丑事宣扬。什么丑事？我公公对他带来的一双儿女啊，更是比对我相公这个亲儿子要好很多，这对劲吗？不对劲。你说我后婆婆为什么会被周家赶出来，还带着一双儿女？那一双儿女跟着陆家姓，周家却都没有任何反应。这不明摆着，这一双儿女是他们偷生的野种，所以你公公才会对他们比陆五郎好，毕竟也是亲儿子。原来他们是我公公的亲儿女，所以才会那么偏心他们。废话，这也太明显了，那绝对是他们生的野种。不过咱们就这样嚷嚷出去，别人会信吗？信不信是别人的事，你们的目的就是要闹大要钱，所以你们带着我后娘一起去，只认两人私会的事就行啦。再说一说两人以前大约在什么时候、什么地点私会。对，他们偷情被你后娘和别人看到了，不过这样的消息被宣扬开，对你和你相公也很不好吧？我那个公公和后婆婆一直都在想办法要将我赶出陆家，他们能做初一，我为什么不能做15呢？谁要是惹我，哪怕是拖着不要名声，我也要报复回去。你们都知道我可是有疯病的。这四丫头不傻了，却疯了，竟然为了报复连公公都要整，丈夫的名声都不管不顾啦。哎呀，以后他们家呀还是离这死丫头远点吧，否则鱼死网破什么的他们可承受不住。接着还在心里骂陆清荣等人黑心烂肺的，之前故意给他们出馊主意，让他们将死丫头给带回去，就是要害他们呀。那天要真成了，他们老乔家怕是还没有过上好日子，就被死丫头给毁了。那确实是他们太过分了。放心，明天奶奶就带着全家去帮你讨回公道的。是钱奶奶，记不住吗？对，是钱奶奶。看我这破记性，当然是他们丧良心了，不但想害你，还要害我们老乔家。这口气我们越想越咽不下去，就得找他们这两个幕后主使的人讨个说法。那我就等着你们的好消息了，你们可别让我失望才好，否则我会不高兴。哎呀，我这一不高兴啊，就会控制不住的发疯的。哎呀，放心，绝对让你满意。行，那我走啦。第二天一早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们出来瞎逛，刚好看到你们夫妻来茶楼，就上来找你们喝茶。你们怎么这么早就来茶楼了？我们来看一场好戏。哦，原来你们是来看戏的，那不介意的话我们也看看。当然不介意。亲家，你想往哪里走啊？哎呀，你们要干嘛呀？哼，你说我们要干什么？陆秀才，你们夫妻指使玉老六害我侄女和我们乔家，现在还一副趾高气扬的模样，太过分了吧？我什么时候指使玉老六害你们了？你们简直无理取闹，这里不是你们该待的地方，赶快走吧。呸！我们只是来找你算账的，又不是要待在这里。我可不是玉家人，能容忍你们胡闹。你们要是不走，那我就要让人去报官了。你要报官，那就去报呀！你这个黑心烂肝、丧了良心的陆老五，我将宝贝孙女嫁给你儿子，你和你那个狐狸精媳妇却看不惯，你天天想害她。当初可是你们非要让三丫嫁给你儿子，亲自上我们家门求娶的，还给了10两银子的聘礼。怎么看到他不傻，你们就不乐意了？无知泼妇，你给我住手，闭嘴！哎呦，我本来就生着病的，这一推摔倒，我的腰都快动不了了。哎呀，天呀，大家快来看看呀，秀才打亲家长辈了，还有没有天理王法？大家快来评评理呀！这陆秀才娶了个狐狸精寡妇当继室，就见不惯亲生儿子，一心想要害儿子。我孙女以前是个傻子，陆秀才夫妻就来下聘，非要给他儿子娶去当媳妇。我们想着
傻丫头嫁到秀才家，日子应该会不错，加上那陆五郎一表人才，就同意了。可成亲当天呀，我那孙女就被这对夫妻指使他们的大女儿害得落水，差点死了。我们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丧心病狂的事情？但是越想越觉得咽不下这口气。陆秀才夫妻实在是太欺负人了，今天就是来为我孙女和我们家讨要公道的。一派胡言，你们简直胡说八道！大家都别听他们的，都是他们胡编乱造的。明明推你孙女下水的事，就是你大女儿害的。她也是个丧了良心的玩意儿，被后娘收买了要陷害亲弟弟，黑心干的贱人。你不喜亲儿子，只宝贝寡妇带来的一双儿女。这件事儿只要是去你们家附近或者去我们村里随便一问，大家可都知道。我怎么就胡说八道了？你说的简直是笑话！我怎么可能会害亲生儿子？你们今天过来不就是想讹钱吗？我才不上你们的当呢。咱们现在就去官府说道说道。陆秀才，你敢对着天发誓，你对亲儿子好吗？你怕亲儿子出头，所以故意找借口将人丢去乡下，还故意给他一个读书人，娶了一个傻村姑当媳妇。你们别听他乱说，我怎么可能这样对亲儿子？我可就这一个儿子。呸！你表面上确实就这么一个亲儿子，可那2个继子却也是你的亲儿子。你和那玉婉之在各自成亲前其实就有了私情了，各自成亲之后你们还偷情，生下了那2个野种。你有辱斯文，胡说八道，简直胡说八道！你才是什么有辱斯文，还是读书人呢？居然做出背后偷人妻子的事情来，不要脸！你那2个野种吃穿用度和大户人家的少爷一样，而你亲儿子读书的束修还是靠着自己抄书赚的呢。你们说说，谁那么傻会对亲儿子这么苛待，而将继子捧成少爷养？你们会吗？我之前就听人说过好几次，陆秀才对亲子非常苛待，更将其送去乡下自生自灭。他亲儿子其实很有读书天赋，可他却不管不顾，对继子却犹如亲儿子，吃穿用度都是好的，还供着读书。之前大家都想不通为什么他会这样，可要那继子也是亲子，倒是说得过去了。哼，有辱斯文，这才是真正的有辱斯文。你们休要血口喷人，我和我继妻历来都是清清白白的，你这样的人家说出来的话怎么能信？你才不要脸，好意思说你们不认识。我当初还是姑娘的时候，和小姐妹上山挖野菜，我就看到你们2个私会。在我们村儿，知道你们在各自成亲前就有私情的人也不止我一个，我知道是哪些人。你要是觉得我说谎，那可以将他们都找出来对质，就算是去报官，我们也不怕，因为我说的是事实。我们没有私情，更没有偷情。我那2个继子继女是周家的血脉，你们休要泼脏水。哼，我清者自清。呸！还清者自清呢？就你跟那贱人的破事儿，当谁不知道啊？我大哥那是倒了8辈子血霉，才摊上玉婉之那样不要脸的。他不但克死我大哥，还跟你生了2个野种，不然我们夫妻怎么可能将周家血脉赶出门啊？之前你是秀才，我们这种小商户可惹不起，也不敢对外张扬。哼，现在你儿媳妇娘家都站出来了，那我也忍不住说句公道话，你们之间有私情，我也是亲眼看见的。这不是周家娘子吗？真没想到一个秀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，道德败坏呀！难怪会那么对亲儿子，原来是不娶儿子，也是色令智昏呐。哎呦，像这样的人也配当读书人呐？你的话根本就不可信。你们说我和他有私情并偷情，口说无凭，你们有本事就拿出证据来，我可以发誓，陆周瑾、陆周兰兄妹绝对不是我亲生的。那你敢发誓你和玉婉之没有私情吗？你要是和他有私情，你就一辈子考不上举人，以后变得穷困潦倒，你更要断子绝孙。我最后说一次，清者自清，口说无凭，有本事你们就拿出证据来。哼，
我儿媳妇和他们村里的姑娘亲眼看到你们私会就是证据，不敢发誓，你就是心虚。再说你有没有私情和野种跟我们也没关系，今天我们就是来讨要一个说法的，咱们可是亲家，当初是你们夫妻求着来求去我孙女的，现在却丧尽良心，想尽办法的要赶她走，还要害我们乔家。我告诉你，这事没完。当初大哥去世没几天，我就看你们在一条偏僻巷子里面见面偷情，你还搂着玉婉之安慰说那人死了，但还有你呢，以后你会照顾他们母女的。我记得那个时候你发妻还没有过世呢，我可以发誓我听到的都是真的，否则就天打五雷轰，全家不得好死，断子绝孙。真没想到陆秀才是这样的人，我一直都觉得他很虚伪，小人作风，你们还不信？听说他能考中秀才，都是因为岳父的帮助。可在发妻生病的时候，他就和其他妇人勾勾搭搭，还承诺以后有他，真是个忘恩负义的斯文败类。对亲儿子都能那样，别说是对发妻了，原来两人早就勾搭成奸了，所以才要害发妻生的孩子。太无耻了，和这样的人一起读书，我觉得耻辱。我要向教育反映，不想和这样的败类做同窗。我也要去。污蔑，你这就是污蔑！你和婉之有仇，所以才会这样污蔑我们。我和他是有仇，他故意推我流产，害死我的儿子，我不该记恨吗？但我敢保证我说的都是真的，你们就是一对不要脸的贱人。当年我就不应该担心害怕你们报复，我应该去找族长来抓奸的，让你们直接进猪笼。一派胡言，你说的我都不认。我还是那句话，你们有本事就拿出证据来，否则就是污蔑。陆青荣，你认不认识你的事？我只是憋了那么多年不吐不快，相信大家眼睛都是雪亮的，都能看清你这个伪君子跟那个装模作样贱人的真面目。大家可都看好了，今儿个我揭发陆秀才和我曾经的嫂子有奸情，如果突然被报复或者出事，那就是他们夫妻干的。我只是想将当年的事情说出来，省得我们夫妻这些年一直背着赶嫂子和侄子侄女狠心毒辣的锅。这要是换成你们，该不该将人赶出去？那样不守妇道的女人，自然是应该赶出去的。是啊，偷生的野种，又不是你们周家的，那赶出去才是对的呢。就是，你们夫妻这还算是心慈的，只是赶走人，而没有说出他们是奸生子的事，反而背了坏名声。哎呦，这些年来你们夫妻也是不容易啊。你以后都别来县学上班了。小玉，我是被他们冤枉的，你可不能信这些渔夫的话。公道自在人心，是不是冤枉的你自己清楚。你这些破事儿闹得人尽皆知，还怎么有脸继续留在县学，让其他的学子和外面的人怎么看？不管是为了别的学子还是为了你好，你都别来了。这对他将来继续科考可是极为不利的，这名声坏了还怎么做官啊？眼前一黑，直接晕了过去。还真是一出好戏啊！他的名声若是败坏了，对你日后科举考试也不利。你是不是早就已经有了解决之法了？再过几天我应该就会被我爹郭祭出去了，既然不再是父子，那又何来名声连了一说呢？绝了，你这后路真是绝了。哎，郭祭这事儿有几分把握？你爹这性子他会同意吗？要不要我们帮帮忙？多谢肖兄关心，这事我已经有10成把握，他不同意也得同意，所以说还是不要脏了你们的手。行，那你自己有10足把握就行。哎，对了，还要让你爹继续科考吗？当然让他继续考，不过能不能考得上那就不一定了。好，你心中有数就行。你要是需要帮忙呢，可以找我们。还真是有件事情需要你们帮一下忙。我爹的名声坏了，势必会影响到陆周瑾，这样很可能会让连家退婚的。所以我想麻烦一下你们，在离开前的最近几天带他玩玩，连家应该会因此打消退婚的打算。你是想让陆周瑾和连家绑在一起？这县城的连家虽然不怎么样，可京城连家的势力还是不小的，你就不怕陆周瑾借助连家翻身吗？那要是整个连家都倒下了，陆周瑾还怎么翻身呢？你要对连家下手？对，
我已经拿到连家圈地和剥削百姓的证据，只看卢县令要不要下死手了。如果拿这件事情做文章的话，对京城的连大人应该能有不小的影响。哟，少帝，真有你的啊！放心，卢县令他肯定会下死手的。陆周瑾呢，也肯定能娶连家的小姐。你们在这里干什么？哎呀，亲家，看你说的，我们在这里当然是等你了。你晕过去还是我们送你来的医馆呢，否则你指不定就死在县学门口了。如果不是你们瞎闹，我能气晕吗？我们说的是事实，怎么能是泼脏水呢？而我们救了你也是大家都看到的，我们好人做到底，送你一起回家，否则啊，就怕你在路上又晕过去。我已经好了，就不用你们送了。哎呀，亲家，你这走路都弱不禁风，要倒了，还嘴硬啊！你别不好意思啊，就这么决定了，我们送你回家。你们想干什么？这是想对我动粗啊！我要去县令那里告你们。陆秀才，你就别反抗了，没用的。你要去县令那里告我们可以啊，那我们也要告你和周家大媳妇通奸，还生下了野种。老娘可不是谁都能威胁拿捏的，你以为你是乔三丫呀？说吧，你们到底要干什么？当然是好心的，送亲家你回家了，不然我们还能干嘛？行，那你们送我回去，我已经到家了，多谢你们送我回来。我生病也不好招待你们，所以还请你们回吧。改天有时间，我再请你们上门做客。陆清荣，你就是这么对待恩人和亲家的？过什么拆什么，也没你这么快的。过河拆桥，我们可是救了你，要不是我们，你早就没命了。现在却嫌弃我们是穷亲戚，我们好心将你送上门，你都不让我们进去喝口水就要赶人，你真是黑心烂肝！哎，这怎么了？老妹子呀，你们来帮我评评理。这是我孙女的公公，他之前不做人，见不惯亲儿子，所以非要娶我的傻孙女。陆秀才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你这亲家好心送你回来，你不但不报恩，连口水也不给人家喝，就要撵人，你这也太过河拆桥了。哼，就是，难怪你能和你媳妇儿做出那种不要脸的事情。我就说嘛，你靠着岳家考上了秀才，还住着你岳父留下来的房子，却把人家亲外孙丢到了乡下去。原来是早就和御史有了奸情，是怕你亲儿子发现吗？你这也太忘恩负义了。你们夫妻之间真好意思说五郎是不孝的白眼狼，你们自己才是吧？哎呦，你还秀才呢，这读书人里面怎么会有你这样的斯文败类、无耻之徒？之前御史还顶撞殴打婆婆，你们真是一丘之貉。你们别听他的，他们就是想来我家讹诈钱，所以才对我们夫妻乱泼脏水。如果没有这事儿，你会被县学撵回来吗？这事儿我们去县学那边一打听就知道了，你也瞒不了的。你做人怎么能这么没良心啊？亲家老太太都一把年纪了，还操心你的身体。你们，夫君，你回来了，快进来吧。好，我这就来。你这个贱人狐妹子，竟然敢欺负我孙女，想挑唆我们去和陆家闹矛盾，更是天天都想办法害我孙女婿。你是最恶毒的后娘与婆婆，老娘打死你这个毒妇！哎呀，你快放开我，放开！放开个屁！老娘今天扇死你这个不要脸的贱人！你进了门还将我孙女婿赶走，想给你的两个野种腾位置，你怎么想的那么美呢？我孙女也是你这个毒妇能欺负的。还有之前你指使玉家来挑唆我们家的事儿，今天也没完。乔大娘，你快放开我，你别胡说八道泼脏水，我们才没有。大家别信他的，快来救救我呀！你这个老太婆，你别乱泼脏水，我娘才没有呢。是不是乔叶让你来害我们家的？他是不是要闹得我们家不得安宁才满意啊？他怎么能这么恶毒呢？你这个小蹄子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你就和你这个狐妹子娘一样，又骚又坏。今天老娘就教教你做人。岳婉之看到女儿被打，自然也要去帮忙。住手！乔老太，你给我住手！你将他们放开，我们进屋去谈，有事好商量嘛。
否则你们今天要是继续再闹下去，别想从我们家得到一分好处。行，那咱们就进屋去说，毕竟是亲家，我就给你这个面子。娘，这个仇我们一定要报。从小到大，我还从来都没有被这样打过和欺负过呢。放心，我一定要让这个死老太婆死无葬身之地。这里没有外人，直接说吧，你们到底要干什么？当然是赔钱啦！你们挑拨于老六，让我们对付陆家，最后让我儿子还被你儿媳妇打了一顿，你得赔医药费，还得赔我们家的损失费。之前在县学门口你还将我推倒，我得去医馆好好看看，这个钱你也得赔。你也被乔爷打了？是被打了，但这也是被你们害的。我听他说你也被他打过，咱们彼此彼此吧。所以你不找他，反而来找我闹？我们都被打了，难道不该一致对他吗？这个被打的仇你就不想报？都打不过怎么报仇？再去找他，那不是继续找打吗？我可没那么傻，而且那是我闺女，我又不是有病要和你一致对他。陆秀才，别说那些有的没的，我们是不可能再去找三丫的麻烦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快点赔钱，否则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。这在你们家，我几个儿子想怎么打你可就能怎么打，要么赶快赔钱我们走人，要不就让你们见识一下我们折磨人的手段。我就只有这么多钱，你们全拿去吧。怎么就这么点儿？你大发叫花子呢？我之前已经给了你儿子2两，加起来也7两多了，你们还要怎么样？我自己都还要靠着陆家供养，手里哪有多少钱啊？你孙女进门之后，现在陆家已经是他当家做主，他更不让陆家再给我送钱。我就这么多，你们要就拿走，要是嫌少，那我也没办法，你们要怎么闹就闹吧，打死我也拿不出更多了。行，我们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，既然你拿不出来，那就这么多吧。你们现在可以走了吧？哎呀，这点钱确实不够，但这不是能拿东西抵吗？你们去陆家的房间好好看看，将值钱的东西都拿来赔偿。哎，好嘞，娘。你们别太过了，你们今天要是敢翻找拿走我们家的东西，我就去报官，说你们入室抢劫。行啊，你去告啊！你应该知道我孙女有疯病吧？知道，怎么了？那当然是因为像我这个奶奶啦。老娘我也有疯病，一不高兴我就打人。你要是去告官，惹老娘我不高兴了，那大不了我们就和你们鱼死网破。哼，反正我就是个村里的老妇人，你可是个秀才呢，看最后谁惨。你们这些强盗，快把我们的东西放下！不准拿我的首饰，你们快放下，否则我们要去报官了。今天就这样吧，以后你们夫妻要是再敢对付我们乔家和我孙女，我们可不会算了的，绝对会再次上门讨公道。快滚吧！乔小娘子，你娘家的人把你公婆的名声全败坏了，相信呢很快就会传回你们村子里，到时候你要怎么应对这陆家人呢？我娘家人去找我公婆闹事，并败坏他们的名声，和我有什么关系啊？难道不是他们自己引火烧身自找的吗？至于要怎么应对，今天回家之后当然是主动将县城里发生的事告诉陆家人，我可是清清白白的无辜人，相信他们不会牵拖到我身上的。你们别忘了啊，我们夫妻可也是会被连累名声的小可怜，他们同情心疼我们还来不及呢，又怎么会怪我们呢？哎呀，真是绝了，连他们都忍不住有一些佩服，这一招玩得真好，他们以后啊也得学学。你们怎么来了？快坐。大爷爷，我娘子有事先找您商量一下。什么事？你尽管说。大爷爷，族里有没有人家想要养羊？倒是没听说谁家想养羊，怎么了？现在来村里收猪的人不少，却没有收羊的。买小羊羔的钱不便宜，养大之后也不知道好不好卖出去，加上村民们也不是那么爱吃羊肉，所以养猪的人家不少，却没有养羊的。我以后需要很多的羊，所以想到一个合作养羊的方法，想要问问您的意见。你说来听听。我这边出钱买羊羔，村里的人来养，等羊养大了可以宰杀，我要羊身上的毛和羊油，剩下的肉和骨架就随村民，要自己吃或者是卖都算是自己的。当然要是养的羊多又卖不出去，羊肉我来收，这样村民们也不用再担心羊肉卖不出去了。
我们可以签一个契约，您和村长当做见证人。你的意思是，你出钱给买羊羔，养大之后只要羊毛和羊油，村民还能将肉卖给你，那你不是很吃亏吗？要是养得多，光是买羊羔都不是一笔小数目的钱，羊毛和羊油基本都没人买，根本不值钱。羊毛和羊油对我有用，再说了，我也想族人们每年都多增加一点收入，吃好穿暖。我之前就说过啊，我们家过好了也不会忘记族人，也会带着大家一起过上好日子的，所以族长就不用担心。我既然提出来了，那心里就有数。我相公是陆家的人，所以我想着先问问族里有没有要养的。哎呀，要是这样，那养的人家肯定不少，我家都想养。大奶奶想养，那就养，我支持你。你想养几只？这一家能养上几只啊？最多可以养20只吧，从1只到20只。想养几只呢，就来我们家报数。签了契约之后，我让人一起去买羊羔。不过得要提前和大家说清楚啊，要是故意不好好养，或者抱了羊羔回去就不怎么管的，如果羊死了，那得要赔我羊羔钱。还有，如果羊还没有长大，养的人家就杀了吃掉，或者一头的卖给别人，那也得赔我羊羔钱。我会教大家怎么养好羊，还会定期给羊喂预防生病的药，所以病死之类的情况可能不大，大家尽管放心养。对对，还是要提前说清楚，然后写在契约里。谁家要是要了羊羔不好好养，我也会和族老们出面管的。那这件事情就麻烦族长帮忙，去问问族中各家，最好是将族老们叫过来一起商量一下。没问题，我现在就将族老们喊过来商量下。对了，如果不想养羊的，也能养蜜蜂。我会给想养蜜蜂的人家一家分几个蜂箱，教怎么养。不过产出的蜂蜜得要卖给我，也得要签契约。要是不想养羊也不想养蜂蜜的，那还可以去种甜菜，种出来的甜菜我也都收。等族老们说的差不多了，族长、族老，今天我们进城和那几位贵公子谈卖蜡烛的事情，却听到了一个会对我们陆氏一族的名声有影响，关于我爹的消息。哎呀，我都有点难以启齿。什么消息？咱们都是你的长辈，没什么好难以启齿的。你尽管说，我们也不会怪你。之前我爹和后娘指使于老六算计乔家，然后结下仇了。这次乔家老太太知道了我爹和后娘的秘密，就带着人去县学门口闹，接着就将县学门口发生的事儿说了一遍。这么说，你爹和御史在成婚前就认识，还有了私情，那他们怎么不结亲？听说是因为后娘家那会儿嫌弃我爹家穷，所以这才将她嫁去了县城的富户家。接着我爹就娶了我娘，并在我外公的帮助下考中了秀才。但是他和我后娘彼此之间呢，都记挂着对方，那意思陆周瑾兄妹就是我爹的亲生儿女。这些隐秘的事情被揭穿以后，我爹就被县学的教育退了学，让他以后都不准再去县学了。县学那个地方容不下他这样品行败坏、没有道德的学生。丢人现眼，这两人也太没有廉耻，太不要脸了。他一个秀才，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来？色令智昏，简直是色令智昏。被一个寡妇迷的，他都不知道自己姓陆了。他们倒是真爱，最后也修成了正果。哎呀，这说可怜了我相公啊，不但要被亲爹后娘算计打压，现在还被连累名声。我相公以后可还是要考科举的，更甚至连大儒都看好他。现在因为我公婆这些事，我相公以后的前途该怎么办呀？那怎么办？陆清荣那个混账自己不干人事，现在还要连累亲儿子，可不能让五郎被他连累了，不然名声有碍，以后科考肯定有影响。是啊，但谁让我相公是他儿子呢？他名声坏了，我相公再无辜也得被连累。我相公又不是像我，嫁到陆家之后还能和乔家断了关系，跟我爹也就不算是一父女了。各位长辈，你们可得要帮帮我家相公，为他做主啊！他们是父子关系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，这该怎么办呢？那五郎要是不当陆清荣的儿子，不就不会连累了？五郎要是因为这事主动出去和他爹断绝关系，那名声会更坏。不是让五郎和他爹断绝关系，陆老三不是想过继一个儿子，
他爹最近还天天给他们母子托梦吧？会不会是他爹在地下已经算到了小儿子道德败坏，会连累了亲孙子，所以就托梦让老三过继。他想让老三过继的不是陆家其他族人的孩子，而是五郎。要是五郎过继给陆老三，不就不用被他爹连累了？咱们陆氏一族以后可都要指望五郎来光宗耀祖，绝对不能被那不要脸的拖累。你们怎么看呢？各位长辈为我的前途焦急担忧，又为我想办法，我真的很感谢，我也愿意听族里安排。我以后要是能在科举上有建树，也不会忘了我们陆氏一族。过继出去也能如了我爹的愿，毕竟他历来都不喜欢我，否则也不会为了怕我妨碍陆州锦而将我送回乡下了。好，那就这么决定了。不过按照我爹的性子，他应该不会同意的。他一直都不想我在科考里出头，所以这可由不得他同不同意。要是他不同意，那他以后就别当我陆家的人了，直接除族吧。全凭各位长辈为我做主。族长，你们有事啊？有件大事要和你们商量，你们先把在县城听说的事和你们奶奶说说。这个孽障怎么能做出这种不要脸的事情来呢？老乔家那样无赖，他非要去听那个贱人的话去招惹。现在可好了，这名声全完了。其实现在提前让大家知道也未尝不是件好事。这怎么就是好事了？以你家老五这样的品性，又容易被御史吹枕边风，以后要是真当官了，色令智昏，说不定会做错事，重用御家的人胡来，比如贪污，再被对头将这些秘密挖出来，那不止他有大麻烦，还会连累你们家和陆氏一族。那你们都过来，是想……族长也没有遮遮掩掩的，将担心五郎被牵连，以后前途被影响，并将他们想出来的办法说了出来。行，那就按照你们说的去做。我不能让老五拖累了五郎。今晚老头子会给我托梦，说必须得让五郎过继给老三，还会给老三托这样的梦。你们过2天呢，就去找老五说过继之事吧。这是他爹的决定，他要是敢反对，那就是不孝。好，过2天我们就去找你家老五说说过继的事。我要跟着你们去吗？当然要去，你是老五的娘，他不能不听你的话。再说这也不只是族中的事，更是你们家的大事，不止你去，老大几兄弟也一起去。行，那到时候啊，我们就都一起去。你怎么这时候回来了？我被同窗骂了，实在是待不下去，就回来了。他们为何要骂你呀？简直欺人太甚！你怎么没去告诉夫子惩罚他们呀？现在学堂里都在传，我和妹妹是你们的奸生子，是野种。你们不但在婚前有私情，婚后还偷情生了我们，更是故意害死了陆昭的娘，才能重新在一起。谁传的？简直胡说八道造谣！昨天在县学门口发生的事已经传遍了整个县城，所以大家都知道了，我们家的名声算是完了。夫君，族长跟几名族老跟着娘他们一起来了，让你出去见他们。你们怎么来了？是不是听说我病得厉害，所以来探望的？你这个孽子越来越不像话了。之前你媳妇儿装病要害五郎媳妇儿，我还没有和你们算账呢，如今连你也装病要骗我们。你们两夫妻以为就你们最聪明，别人就都看不出来吗？青荣，你难不成真要放弃读书，想去戏班唱戏了？你们误会了，我是真生病了，怕你们担心，所以就敷了点粉，想提气色。公公，提气色不应该敷粉啊，而是要铺腮红。你不知道这个，后婆婆经常上妆的人也不知道。你现在的气色提的都可以去上鬼戏了。一个晚辈，长辈说话有你插嘴的份吗？你不说话，没人会将你当哑巴。
顶撞长辈，你的孝道呢？奶奶，我不过就说了句实话，公公又凶我。说实话和孝道有什么关系？他就是这么见不惯我，容不下我。他这是装病被你给揭穿了，心虚了呢。你是个不会说谎的好孩子，不像你公公跟着狐狸精学的是谎话连篇的。哎呀，这么大的人了，连小孩都不如，还装病呢。哎呀，娘，我是真的病了，我没装啊。怎么，你当我们眼瞎呀？装病想要诓骗我们，没门儿。还有，你这个孽子，怎么就这么容不下儿子和儿媳妇儿啊？他不过就是说了句实话，你也要给他泼个不孝的脏水吗？这也就是我们听到和看到了，我们知道不是他的错。要是没看到，这五郎媳妇儿岂不是要被你这个当公公的败坏了名声？看你现在的心胸啊，比那针眼儿都要小呢。行，既然你容不下五郎和他的媳妇儿，那就将他们过继给老三吧。刚好最近你爹天天托梦给我和你三哥，让你过继五郎给他。娘，你知道您在说什么吗？我就这么一个亲儿子，您居然要让我将他过继给三哥？不是我要让你过继五郎给老三，是你爹非要让的。你爹呀，天天托梦给我，说是你要是不过继五郎给老三呢，以后我们陆家呀就会家宅不宁的。我以前最听你爹的话了，如今他到了地下，难得给我托梦提个要求，我怎么可能不满足他呀？那他怎么没有给我托梦呢？还不是你不孝啊！你媳妇儿推我顶撞我，你还护着。你爹活着的时候是最爱重我的，看到你有了媳妇儿忘了娘，只想抽你这个不孝子，怎么可能还找你托梦啊？你爹要是还活着，怎么可能会让你们夫妻骑到我的头上啊？娘，我知道您生气，但您也不能败坏我的名声啊！我对您可是一直都心疼孝顺的，您在我心里最重要。我就五郎这么一个独苗，我不可能将他过继出去的，您就别闹了。放屁！你那点破事儿，现在全村的人都知道了。你那两个继子继女，就是你和那贱妇所生的野种，所以你才对两个野种那么好，然后苛待了五郎。既然你们夫妻容不下五郎，我当然要成全你们了。娘，那都是外面人造谣的，怎么连您都跟着胡说八道啊？他们真不是我的亲生女儿，我可以发誓。哎呀，行了，我不想和你扯这些。今天我们过来就是要让你将五郎过继给老三的，你是愿意也好，不愿意也罢，这都不重要。五郎是我的儿子，我不愿意过继，就算您是我娘，也不能勉强我。都说了，是你的死鬼爹非要让过继的，怎么你连亲爹的话也不听了？青柔，你爹让你过继，你不听的话，那可就是不孝。你和已婚妇人偷情生下野种，已经是不义无德了，你还要不孝吗？难道真要去唱戏，不继续科考了？族长，连您也相信我娘那些鬼话？我是不信我爹托梦的事，而且这是我的家事，我不愿意过继，谁都勉强不了我。你当着这么多人讽刺亲娘说鬼话，你这是诅咒我呀！你是不是希望我赶快去和你那死鬼老爹做个伴儿啊？天哪，我怎么就养出了这么个不孝的儿子来？族长啊，你可得为我做主啊！老五，有你这么诅咒亲娘的吗？顶撞长辈，你的孝道呢？我没有诅咒我娘，我只是不愿意过继我唯一的亲儿子，这也有错吗？你爹和我们是兄弟，他在地下的遗愿，
我们肯定要遵从。你如果非要不孝，要和族里作对，那行，我们就只有开祠堂将你除族了。我来之前已经问过其他族老和族人，他们全都是支持将五郎过继给老三的。这已经不再是你一家的事，而是全族的事。你们居然想将我除族？是不是我的名声被人害得败坏了，你们就容不下我了？只要你同意过继，自然就不用除族。我如果不过继，你们确定要将我除族？你们要是这样，那我只有去报官，说你们强逼了。好啊，你去报啊，那我也去报官。你诅咒不孝亲娘，你媳妇儿还打骂婆婆呢。娘，我真是您的亲儿子吗？那五郎是你的亲儿子吗？啊，你是怎么对他的？你爹很喜欢这个孙子，让我一定要护着，所以你不过继，我就敢去官府告你们夫妻不孝，族里要将你除族，我就听你爹的，将你们县城五房分出去。你要报官自然没问题，你和御史婚前有私情，婚后又偷情，被周家媳妇儿亲眼所见，按理说是要进猪笼的。我们将你除族已经是网开一面，你们就去县衙问问县太爷该不该将你除族。你想过继给你三伯，你不要一个已经是秀才的爹，而要去认一个没用的泥腿子当爹。老五，你这些年读书我也没少出力，有你这么贬低哥哥的吗？五郎，你是聪明人，应该知道要怎么选。以前将你送回村里去，是真想锻炼你。我是你亲爹呀，我肯定是在意你的，希望你将来好。我原本还想着过段时间带着你一起去府城求学的，为你请最好的老师教导，这样我考举人，你考秀才，咱们一门双杰。爹，利益在你心里是第一位的，所以你不管过得多好，你都要压榨老家的亲娘和兄弟，一边享受着他们的好，一边打心眼瞧不上他们，觉得他们只会拖你的后腿。可惜这一点不像你，而像我外公，他教我做人得有傲骨，不能弯了脊梁，情义比利益更重要。我想要什么，我自己会去争取。三伯是在科举读书上不如爹，他在村子里勤劳能干，孝敬亲娘，友爱兄弟，有一颗赤诚的心，对我也非常的好。我从小到大从来没有体会过父爱，可在三伯的身上我感觉到了。既然爷爷地下有灵，托梦都想让我过继给三伯，我自然是愿意的。老五，听到没有？五郎选我，五郎可不是你，只知道利益，他才像是我们陆家的种，重情重义。那两个野种倒是和你们夫妻一样，是自私自利的白眼狼。所以爹，这是我最后一次叫你爹了，也希望你将来不要对那些你曾经做过的事情后悔。好，你真是好样的，我陆清荣真是养了个好儿子。多谢夸奖。多谢五弟帮我养了个好儿子。既然老三和五郎都同意过继，那就写过继书吧。老五，你说呢？族长，你们真要这样逼我吗？你们这是不想我继续照拂族里了？你之前有照拂过族里，我们怎么不知道？反而是族中的长辈帮了你不少忙吧。就是你的老师，当年还是我欠了人情，请人带你去拜师的。有几位族老还将在县城认识，能对你有帮助的人都介绍给你认识。他们自己的儿子都还没有去搭这层关系，人情却都用在了你身上，可你却都只是嘴上感谢，却从来不会用实际行动报答。对你亲娘、亲兄弟和亲儿子，你都能这样自私凉薄，我们哪里还敢指望你对族中多照拂？你们就这么确定陆韶能成为陆氏一族的希望？他指不定一辈子秀才都考不上呢。你爹托梦说五郎就是我们全家和全族的希望，他说是那肯定是了。五郎别说是秀才，还能考上状元呢。五郎夫妻有情有义，我们相信这次的眼光不会再错。
不管以后走到哪一步，我们都相信他。不用再多说废话，出租书或者过继书，你赶快选吧。不管是哪一个，我们都要赶去县衙改户籍，耽搁太晚，县衙就关门了。如果我选出族，那你就还得是我儿子，就得跟着我一起出族，将来一样别想科举做官改变命运。爹已经是秀才，都不怕被除族，我一个童生都还不是的人，又有何惧呢？那爹，你就选除族吧。这个儿子越来越会气人了，也让他越来越看不懂。行，我写过继文书。还以为你多有骨气呢，哼，也不过如此。你别得意，以后有你后悔的时候。这话你已经不是第一次说了，我一直都等着呢。写完之后签名字，按了手印。老五媳妇儿对我不孝，还害得老五丢了名声。我想让老五将这个毒妇给休了。我们陆家呀，要不起这样的媳妇儿。这样不守妇道、不知廉耻的妇人，陆氏一族确实要不起。娘，我知道您不喜欢我，可我真没有不孝啊。我嫁给夫君之后，相夫教子。你这个毒妇，你闭嘴吧！哎呦，又哭哭啼啼的，真是晦气呀！老五啊，这种丧门星会败坏你的气运，影响你的命格，让你跟着越来越衰的。而且他不是都要病得快死了吗？你就将他休了吧。娘请个媒婆，帮你找个贤惠的好姑娘来当继妻啊！夫君，这里还有这么多长辈看着呢。五叔五婶，你们要秀恩爱也得要看地点吧？这缠绵的哭声，我听着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呸！不要脸，不知廉耻，当着我们的面就勾勾搭搭的。哎，就这还没偷情，骗谁呢？老五，这样不知廉耻的女人，休了吧。我和婉之曾经是清白的，外面那些传言都是造谣，你们不信，我也没办法。婉之嫁给我，相夫教子，温柔贤惠，也没犯七出之条，我不可能休了她的，这就不劳娘和几位长辈操心了。呸！你们成婚这么多年了，他都没有为你生下一儿半女，这还没有犯五子一条？除了这个，不孝顺婆婆，搬弄是非，苛待正七出的孩子等，这一条条的，他还没有犯七出之条吗？老五啊，我看你就是眼下心盲了呀。娘，我知道您不喜欢婉之，但你也不能逼着我休妻吧？你之前不是还要逼着五郎休妻呢吗？你这当爹的可以让儿子休妻啊，怎么到了我这儿，我这个当娘的就不能让你休妻了呢？娘，您不用再说了，我不会休妻的。行，你这个逆子还真是娶了媳妇儿忘了娘了。这个家呀，有我没他，有他没我，要不就休妻，要不就分家，你选吧。娘，您为什么要不停地逼我？难道不是你逼着我做决定的吗？你要是不想分家，那就将御史休了就行了。娘，我说了不会休妻的。你这个逆子，为了个狐狸精，你吼我呀？行，既然你选了他，而不要我这个将你养大的娘亲，那就分家。族长，麻烦你帮忙写好分家文书，今天我要将这个不孝子分出去。老五，这可是你娘，为了个不知廉耻的毒妇，这样顶撞吼娘，你真是太不孝了。明明是你们逼我的，最后还全程是我的不对了。哎呀，他真是心寒啊。五叔，你不会忘了你曾经是怎么逼我相公的了？比起你来，这算什么？而且什么叫做逼你？你顶撞吼亲娘是事实啊，明明是你不孝，但听你的口气，倒变成了奶奶和族长他们这些长辈的不是了。你这泼脏水的功夫果然厉害，
也难怪曾经能编谎话败坏我相公的名声，用孝道打压逼着我相公从县城退学回乡下，还不都是你这个绞家精害的？谢谢夸奖，可惜这称呼我担当不起，那是你媳妇儿的。你，哎，别你的了，赶快分家吧，我们一会儿还要去县衙呢。对了，分家可不是奶奶逼你的，而是你自己选。娘，这家要怎么分？5房都分？什么5房都分了呀？当然是将你们这1房分出去啊！老五，这是你自己选的，可不是我们逼你的。如果不是你非要选这个丧门星，我们怕被他祸害，将全家带衰，也不可能单独将你分出去的。娘要单独将我们这一房分出去，那家产又怎么分呢？怎么都应该公平吧？好，那你们说说，怎么才算是公平？我们5房也是家里的一份子，家里的钱和产业怎么也应该平分吧？每房1份，我们这一房也不多要，就要我们那一份。还有蚊香和蜡烛的方子也是家里的吧？我知道家里不可能分给我们方子，但是我们5房也有一份吧，所以还得给我们一笔放弃方子的补偿呢。老五，你也是这么想的？娘，我还要继续读书，家里又没有其他生活来源，所以家里属于我的一份我没法不要，否则以后我们这一房的日子根本过不下去啊。您一直都希望我科举当官，光宗耀祖的，也不忍看到我以后因为没钱去考试而一直是秀才吧。现在家里的钱财和东西都是五郎媳妇儿赚来的，和你们这一房有什么关系呀？凭什么要分你们呀？没有分家之前，家里的东西当然都应该有我的一份。再说，之前五郎媳妇儿可还是我的儿媳妇儿，这些钱也等于是我们五房挣来的，又凭什么不分我们？按理说，我们应该得大头，但我们也不想争那些了，只要我们该拿的一份。要连日子都过不下去了，那我只有带着全家搬回村里。这个家我不同意分。你也是个不要脸无耻的混账。唉，娘，我这都是被你们逼的呀，否则分家之后我们这一房要怎么活？再说哪家分家不是这样平分的？你们要将我们这一房单独分出去，还什么都不分给我们，这说出去不是笑话吗？就是出去让大家评理，他们也都不可能昧着良心说我们这一房被净身分出去是对的。娘，您要是这样做，可是会被人戳脊梁骨的，说您太偏心了，故意苛待我们五房，对陆家的名声也有影响。五郎不是还要考科举吗？您不为他想想？你这个孽子，你就是个丧门星的畜生！精彩啊！能将无耻不要脸表现得这么自然和淋漓尽致，也就只有你们夫妻了。你们真的不考虑去戏班子唱戏吗？我觉得你们非常的有天赋。你闭嘴！我就不呢。既然你们要分陆家现在的财产，可以啊，也是应该的。毕竟没有分家，每一房所属的财产都是家里的，大家都有份儿。那咱们就来算算，东街那座大宅子，西街的铺子，玉家老大开着的那间铺子，郊区的农庄南街，这些产业又该怎么分呢？家里的产业给你们分一份，那你们背地里置办的那些私产，是不是也应该拿出来分一分啊？我说，可别急着否认啊，我们是有证据的，就算闹到公堂上，我们也占理。既然要分，那今天就一次性好好算清吧。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。族长，这些是我五叔所置办的私产，不过他没用自己的名字，而是买了奴仆，将这些产业放在奴仆的名下，再利用手中的卖身契拿捏他们。这是我请县令帮忙查到的，还拿到了一份他和奴仆签订的契约。五叔不承认，我们可以去官府问一问呢。你哪里来这么多私产？你不说就以为能够躲得过去啊？我们本来呢没打算拿这些证据来扯皮的，可是你们非要将家产算了分清，那我们就只有拿出来满足你们的要求了。你居然去查我！这是我外家的东西，我为什么查不得？这是你外家的东西，你外公留了这么多财产。不是我岳父留的，而是我发妻留给我的，这是我岳母的嫁妆，
然后给了我发妻。我发妻去世前又全都交给了我，作为我将来读书生活的花费。所以你的发妻给你留了这么多财产，这么些年来，你竟然还让在村里的亲娘和兄弟们辛苦劳作赚钱，省吃俭用的供你生活和读书。陆清荣，你还有没有心？而且你们都有这么多财产了，竟然还非要闹着分陆家村里的财产，你们夫妻哪里来的脸？这也太无耻了。这是我发妻的嫁妆，我这些年也没有动用，是准备将来实在没办法再变卖的。妻子的嫁妆，这算不到宫中的家产中吧？所以说你拿着我娘的嫁妆给继妻的哥哥开铺子，却分文不收租金。你们夫妻和继子继女穿的衣服、佩戴的饰品，用的也全都是这些嫁妆，你这还叫没动用吗？这个是你们家大概1个月花费的账单，你们家1个月的开销有好几十两，村里的陆家可是供不起你们的。这是我发妻留给我的嫁妆，就算我用了，又能怎么样呢？你说这是我娘的嫁妆，证据呢？既然是嫁妆，那肯定有嫁妆的清单册子，你拿出来给奶奶他们看看。这要不是你娘的嫁妆，又是什么？我一个穷秀才，哪里来的这么多财产？你拿不出证据反而来问我，你哪里来的这么多财产？不过我还真查到了，我查到外婆确实留了一大笔财产下来，不过呢，却并不是她的嫁妆，而是帮她娘家保管的财产。这一大笔财产是乌家的东西，外婆承诺将来如果他们家的人回来要，就会还回去的。所有的闲物都有清单账册记录，当年舅公交给外婆之时，外婆还亲自签了契约的，而这份契约保存在乌家管家手中，只要能够拿来一对，就知道你以前陆续卖掉那些东西是不是乌家的了。他只告诉我这是他娘留给他的嫁妆，他不想看到我将来受苦，所以全部留给我用作读书和生活打点等花费。那你有证据吗？没有，你娘是口头告诉我的。你没有证据，我有。乌家的管家以及他手中拿着的清单账册，以及外婆签的保管契约单，这些就是。所以说这些不能算作陆家财产，拿来供中分的。但是你也应该要物归原主吧？这些事情全是我请县令帮忙查的，乌管家呢也是县令的人找到的，并且查证确定这些都是真的。所以就算你否定狡辩也没有用，县衙只讲究证据，你要是想独占乌家财产，管家会代表乌家去县衙告你。行，你将证据都给我。我之前不知道那是你舅公家让保管的财产，现在既然知道了，那要是他们回来讨要，我肯定会还的。现在乌家只有管家，我不可能将这么一大笔财产交给他，否则他把钱财都卷跑了，我去找谁算账，又怎么给你舅公交代？这归还财产确实是不适合给管家，但是乌家的管家确实有监管的权利，其中有不少钱财已经被你拿来置办私产了，那这些私产就用来抵其中的一部分财产，让乌家管家接管。这些房契等等，还有剩下那些财产，我会请县令大人帮忙做个见证，先放到县衙帮忙保管，而至于你这些年花掉的，当然也要还。这就不用管家和县衙代劳了，只要乌家的人回来，我自然不会赖账。你都能拿出这么多去置办那么多的私产，谁知道以后还剩多少？这件事情乌管家会请县令大人做主，所以你愿不愿意都是一个结果。如果你非不同意的话，乌管家还会告你杀人谋财。毕竟我舅公父子消失了那么多年，一直杳无音信，谁知道是不是被人给害了？而五叔你可是最有嫌疑的呀，就算不能判定你杀人，但夺财的证据可是有的。毕竟你明知这是乌家财产，不但动用了，还不愿意交出，那可就坐实了你私吞夺人财物的事，这可是犯法的，会坐牢的。要是这样的话，那你以后啊，可就只有唱戏谋生路了，继续科举也别想了。你这个孽障逆子！老三，老五，你有毛病吧？你骂我儿子干嘛？你再骂他一句孽障逆子，我就揍死你！哥哥揍弟弟，哪怕你是秀才，我也有理。老三，你是不是疯了？谁要是骂我儿子，我确实就会发疯。老子也有疯病，怎么不可以？这些产业我都要归还的，自然就不能拿到宫中分。那我们继续说家里的财产怎么分吧。要让五叔你失望了，因为那些产业都是我娘子的私产，你想分蚊香和蜡烛赚的钱，置办的产业，那只有去做梦了。购买山河地的地契，修建的作坊都是我娘子的名字，官府有留底，
你不信可以自己去查，所有赚的钱呢也都归属他了，这是陆家人都知道的，他们也能作证。相公，他这个心理承受能力也太差了，就这还想要考进士做官？五郎媳妇儿，现在该怎么办呢？奶奶，既然五叔和五婶要求公平分家，那咱们怎么样也要满足他们。你不是一直都让大伯帮忙记账吗？账本大伯也带来了，那咱们现在就好好算一算，这些年来宫中总的赚了多少，每一房应该分多少，然后再将这些年来每一房的总花费算出来，哪一房不足该分的钱，差多少就补多少给这一房，如果哪一房超了，那就得要反补还回来给宫中，这样对每一房都公平。算出来之后就请族长帮忙写分家文书，分家是由长辈决定，你也满足了五叔五婶的要求，不管他们同意还是反对都不重要了，您看这样行吗？你说的有理，就听你的。老五夫妻非要什么公平，我这个当娘的又怎么能不同意呢？毕竟我曾经可是最偏宠他们这一房的。族长，那就麻烦你们帮忙做个见证。这样分家很公平，我们自然会做见证。你们算吧，算好我会一起写在分家文书上的。将账本拿出来，让五郎和五郎媳妇儿帮忙算算，他们算得快。既然是一家人，我也不想再计较。娘非要将我们这一房分出来，那就这样分吧，你们也不用再算了。怎么能算了呢？刚才可是你和五婶要求公平分家的，奶奶和全家也是满足你们的要求。如果就这么算了，以后你们出去泼脏水说分家对你们不公平，那奶奶不是要背上骂名？那可不行啊！我可不想背不公平可待你们这一房的锅和骂名，还是算清的好。我们这一房为什么要补这么多？我看看。我不可能算错，你不信自己看吧。老五，五郎算的没问题吧？没问题。行，那我就写分家书了。那么就请五叔五婶将欠宫中的钱补回来吧，否则对其他四房就太不公平了，特别现在都分家了呢。这个小蹄子，哪壶不开提哪壶，小贱种。家里是真没钱了，之前的首饰等也被老乔家抢走了，这些银子就只能先欠着，等以后有了我们再还。你们要不信，可以自己搜啊。没事儿，既然家里没钱也没有值钱的东西，那就用五叔现在名下的那间铺子来抵吧。那间铺子现在的市价差不多就是300来两，补了欠着宫中200多两，剩下的就当做是你给奶奶的养老钱，以后奶奶吃喝或者生病就都不用你们这一房管。那是你相公的娘特意留给我考科举用的，怎么能拿来抵账呢？那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啊？他留给你的，你用来抵债，是你自己败掉的，没毛病啊。你既然拿不出来这么多银子，那肯定得要拿铺子来抵。这些年你花了300多两的利息，我们都没和你算呢，这已经是够仁至义尽了。所以你也别想着赖账，你要是不拿铺子抵债，那我们就只能去县衙告你，欠钱还钱，分家之后也要奉养老人天经地义，相信县令大人也会公平审判的。你无耻！无耻这2个字可是你们夫妻专用词，我可不敢当。一会儿呢是跟着我们去县衙过户，还是我们去县衙告你，自己选一个吧，我们没时间陪你在这儿耽搁。老五，你娘和几个哥哥对你真算是仁至义尽了。既然要公平的分清，那你们欠的账也该今天就算清，奉养你娘更是应该的，否则闹去县衙实在是太难看了。好，铺子过户给陆家抵债和抵将来的养老钱。等办完这些，走出县衙。一个大男人什么都要让女人做主，让媳妇儿骑到头上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你不用挑拨，我就乐意宠他，我就乐意让他当家做主，至于你失不失望关我屁事。别忘了啊，你现在可只是我的五叔。晚上，相公，你的新话本写出来了吗？还没呢，娘子想知道后续？是啊，你写的太精彩了。要我直接告诉你吗？还是算了吧，剧透了结果我就不想开话本了。娘子想看的话，我这2天呢就赶快写出来。相公最好了，娘子高兴就好。你明天要去县衙吧？明天我会带吴管家去县衙，请县令大人做主，要回吴家的东西，然后请县衙帮忙保管那些财产，然后每年给他们保管费。铺子和庄子吴管家会接手经营，
赚到的钱会送去钱庄，以舅公的名义存起来，每个月的账本呢会交去县衙查看和帮忙保管。吴管家接管了铺子之后，岳婉芝的大哥一家就得要搬出去。你那个好姐姐最近几天怕是会来找你。找就找呗，不过是个堂姐罢了。我早就已经不吃她哭诉那套了。再过几天我就要出远门了，我就怕她和岳婉芝作妖，你防着点。还有岳婉芝要害你那个事儿肯定会继续的，要不我先把她那个表弟收拾了吧。不用，让他们来。你收拾了他的一个表弟，他还会找其他人作妖，还不如一劳永逸。而且这可也是让玉家人自己狗咬狗的机会。我还想着看戏呢。放心，我会保护好自己，还会反将他们送去大牢去的。好吧，我相信娘子的厉害。不过我还是想让人暗中保护你。我离开县城以后，你如果有事呢，也能让他们给我传信。好啊，你要是有事啊，也让他们给我传个信。好。过2天秦老先生宣布收你当弟子之后啊，你武术一家估计又会想气得吐血，眼红极度酸死。那我以后啊就多让他们吐血。第2天一早，昨天县城发生的事儿在村子里头也传开了，陆清荣夫妻可被骂惨了。相公，你看现在这种情况，就让大哥一家先暂住这儿吧，等以后再说。这是你的手笔吧？娘子还是那么聪明，干得漂亮！请神容易送神难，你武叔家接下来的日子啊，肯定会过得特别的有滋有味和精彩。那必须的。陆梅今天回了一趟村，加上你不在，她就委屈的哭着跑了。我猜测呢，她可能会想办法找机会堵你。你这几天注意点。又过了2天，秦老先生正式收陆韶为学生。锦儿，你脸色这么难看，是不是病了呀？我没事，只是听到了一个消息，很是震惊意外罢了。什么消息啊？秦老先生今天正式收陆韶为学生了，还说过几天离开县城，会带陆韶一起继续游历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我也希望这是谣言，但我去确定过，是真的。不会的。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啊！五郎，你进城是来找我的吗？你误会了，我只是来县城办事儿的。不是来找我的也没关系，咱们姐弟好久没见了，我去买你爱吃的烤鸡，一起回家吃个饭说说话吧。不用了，你的烤鸡我可吃不起，吃你这一只烤鸡啊，不知道我得赔上多少烤鸡的钱才能让你满足。你说的什么话呀？我可是你亲姐姐，娘去世前可是叮嘱过要让我们互相照顾的。娘要是地下有知，知道她女儿为了帮后娘连亲弟弟都要害，肯定会后悔曾经的叮嘱。再说了，她说的是让我们互相照顾，你比我年纪大，可是以前我却没有见过你照顾我什么。以前呢，算我眼睛瞎，没看出来你的心完全偏向了后娘和玉家，和后娘一样是一个面甜心苦的毒妇。你对我嘴上的好，不过是想从我身上得到好处，根本就不是真心的。我已经看透你了，所以以后请你不要再拿娘当借口，或者用姐姐的身份跟我套近乎。我更不会再上当了，我也不会再补贴你丝毫。少弟，你说的什么话呀？你竟然这么看我，是不是乔三丫挑唆你的？他就是想让我们姐弟关系破裂。我可是你亲姐姐呀，你相信一个外人也不相信我吗？和我娘子没关系，你不用胡乱攀扯。你敢那天在河边故意哭哭啼啼不解释，不是想害我吗？更何况我现在过继给三房，你也不是我亲姐姐了。你可是我弟弟，我怎么可能害你呢？那天我是被吓到了，所以才没有反应过来帮你对大家解释的。你怎么能这样误会我呢？也太伤我的心了。别装了，很假。你是什么人，我现在看的是一清二楚。陆梅，我说过的话绝对不会收回来。你已经不是我姐姐了，不要再想从我的手里哄钱哄东西，更别想再利用我。陆少，就算过继了，我也是你血脉相连的姐姐，你不能这么对我。我说了没有害你，就是没有。少弟，你这样做简直太冷血无情了，我弟弟不会这样的。你这装模作样假惺惺的样子真的很恶心，所以以后你要是再来我面前拿姐弟关系说事，或者敢去找我娘子作妖，你信不信我就拿你最在意的丈夫出气？你说我是打断他的腿好，还是弄断他的手，不能再让他写字好呢？你敢？你要是敢这么做，
我就这么认和不管你这个弟弟了？还威胁我呀？看来是不信我说的话呀。哼，既然如此，那就让你丈夫先从断腿开始。五郎，你要是敢对你姐夫做什么，我绝对不会原谅你的。我需要你原谅？以前没看出来啊，你脸那么大呀。那咱们就走着瞧呗，我的好堂姐。有个大郎媳妇，你这是怎么了？阿梅，是不是谁欺负你了？怎么哭过？我遇到了五郎，本来想着跟他好好说说话的，可是他不但挤兑我一通，还不顾姐弟情走了，我这才被他气哭的。哎呀，别哭了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和我好好说说。一边哭一边将他跟弟弟遇见后的对话说了一遍。玉大郎忍着想大骂陆梅的冲动，他并不相信陆勺的威胁，这一次不行就多找几次嘛，姐弟之间哪有什么隔阂呀。第二天，玉大郎去学堂，在路上突然撞到一名脏兮兮的乞丐，就抓住他让他负责任。这玉大郎怎么可能负责呀？还鄙视骂了乞丐一顿，让他们滚，别想讹诈他。我的腿断了！都是你这个丧门血害的！你弟弟打断我儿子的腿，这件事儿我们绝对不会就这么算了。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玩意儿，老大要是有什么好歹，你就滚回娘家去吧。梅儿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昨天陆少威胁我要把我丈夫的腿打折，这件事确实是五郎做的太过分了。今天能打断大郎的腿，明天就能打断他的手，他还怎么考科举啊？那要怎么办？只有闹开了，才能让五郎有顾忌。听说最近五郎每天都会去秦老先生住的院子，你去堵着闹一闹。他的老师是名扬天下的大儒，肯定也会管这事儿，说不定还会亲自对大郎补偿呢。现在家里缺钱，大郎的药费不知道要多少呢，这个也得找五郎赔。好，我去找他。陆少，你太狠毒了，你怎么能这样对你姐夫？堂姐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姐夫怎么了？你居然装不知道！陆少，你还有没有良心啊？你昨天和我说要打断你姐夫的腿，我还以为你只是说说，谁曾想今早你姐夫就被打断腿了。他这会儿还在医馆里面救治，我可是你亲姐姐，你怎么能这么害你姐夫呀？腿被打断了，他最近还怎么读书啊？你就算嫉妒你姐夫读书好，也不能这样对付他呀。你说今天早上姐夫被人打断腿是我干的？我今天早上从村里出来，我就碰见了2位同窗，我们还一起去了书局，然后来了这儿。那我是怎么将堂姐夫的腿打断的呢？你没有亲自下手，但可以找人去打断他的腿呀。证据就是你昨天亲口对我说你要打断你姐夫的腿。昨天你来找我要钱，让我给堂姐夫继续买好纸好墨，还有念书的银子。因为之前你陷害过我，咱们断绝了关系，我前几天呢又被过继了出去，所以我这次并没有像曾经一样再给你钱了。你一直要求我给你钱，还一威胁我如果不给你就要让我好看，就断了我的前途。我更心冷了，我这次我没有再心软，我就直接走了。没想到你说的是真的呀，你因为我不给钱你就记恨在心，拿这种事情来陷害于我。我也想知道你到底有没有良心啊？不管怎么说，你曾经也是我的亲姐姐，我被送到了村子里，家里不给1文钱，你说你在婆家吃不好穿不好，因为你是我姐姐，我每个月宁愿饿肚子穿打补丁的衣服，也要省下了钱买糕点布料给你送过去。我听你哭诉，我就将手中的钱都给了你，可之后我却看到你的妯娌等人穿着那些布料做的衣服，你的侄儿侄女吃着那些糕点，因为你曾经是我的姐姐，这些付出我都是心甘情愿的。可咱们都已经断绝关系了，还分了家，你更陷害的我差点坐了牢。更何况咱们现在只是分了家的堂姐弟，我不再给你和你丈夫补贴，这难道不是应该的吗？我也想问呢，你怎么那么心狠啊？上次没害成我坐牢，所以就现在来害我，想毁我前途是吗？陆勺说的都是真的，我们可以作证。对，我们和陆勺都在镇上的学堂念书。陆勺的字写得好，还会写画本，所以我们都知道他读书的银子都是自己赚的。他每个月都会省吃俭用补贴姐姐姐夫的事儿，我们也都知道。不只是我们，不少同窗都知道，谁要是不信可以去问。真没想到这世上还有你这样如此恶毒的姐姐。陆勺吃的差，穿的衣服旧了破了都舍不得换，用的纸笔也是最差的。
都省下来补贴给你们夫妻了。他在意你这个姐姐，可你却接二连三害他，你也太恶毒了吧？对，我们其实早就想说了，你一个嫁出去的女儿，凭什么要让弟弟供着你丈夫读书，供着你们吃喝穿？给你是情分，不给才是正常的。你不但不记得陆勺的好，之前还联合乔有福，差点害他坐牢。为了点钱，现在更跑到陆勺老师家门口来泼脏水陷害。你丈夫这种人太丢我们读书人的脸，就是一个靠七弟供着读书的卑鄙小人，是读书人的耻辱。我夫君读书是家里供的，不是我弟弟给的，你们可别乱说。我没说这些补贴的事儿，我说的是我丈夫被他让人打断腿的事儿。他昨天真说了要打断我夫君的腿，今天早上我夫君就在街上被人打断腿了，怎么可能这么凑巧嘛？证据呢？你说是陆勺做的，你拿出证据来呀！你说陆勺昨天和你说，那还有其他人听到了吗？没有人听到，我就是证人。你的话谁信呢？明明是你要钱威胁不成，才故意来陷害陆勺的。这时突然一名书生站出来，说她今天早上看到她丈夫被打断腿的事儿。明明是她丈夫撞了一名乞丐，那人被撞得口吐白沫，晕倒在地。乞丐的同伴就让她丈夫负责送人去医馆，可她丈夫不但不负责，还叫嚣着乞丐是低等人，别想讹钱什么的，骂得可难听了，也因此才惹怒了那几名乞丐，将他打了一顿。失控之下才打断了腿。明明是你丈夫自己惹的事儿，你居然跑来诬陷是你弟弟害的。你们夫妻这样无耻人，在下还真是第一次见到。很快就有人扒出她丈夫是隔壁几条街学堂的学子玉大郎，还有一个和人偷情生下野种的姑姑等等。报官吧，堂姐，上次你故意害我，我念在亲姐弟一场的份上，没有和你计较。这次咱们还是去公堂上，请县令大人判吧。不用去县衙，你姐夫的腿肯定就是你让人打断的。你跟我去医馆看你姐夫，否则玉家不会放过你的。再说了，去县衙对你名声有影响，我也是为了你好。你不用再说什么为我好了。今天我要是跟你去了医馆，不但要背上害了堂姐夫的名声，还得被你和玉家人拉着讹钱，那我岂不是中了你们的计了吗？我又不是傻子。就是啊，你这算计的嘴脸大家都看得出来。老师，这位老先生，您可要为我们夫妻做主啊。这真是亲姐姐，也太恶毒狠心了吧。她非要坐实陆勺害人的事，还想让他被老师惩罚。怎么惩罚？逐出师门吗？哼，他将我外公当傻子吗？以为当众这么告状就会纵容听他的了？我外公可是最为护短的。说了这么多，证据呢？据我所知，在陆勺娶亲那天，你就伙同人诬陷亲弟弟。在收陆勺为徒之前，我也让人查过他。他刚才说那些补贴你们夫妻的事，确实都是事实。可你们夫妻却从来不记恩，只知道一味的索取。你那个读书人的丈夫更是没有丝毫风骨。现在看他被我收为徒，你就想来泼脏水，败坏他的名声，简直岂有此理。现在他已经被你爹过继，你们这一房还被分了出去。你一个堂姐哪里还有脸找陆勺要钱要东西？我相信自己学生的品性，你非要咬着这件事是陆勺做的，那就像是他说的，去县衙解决吧，最公平公正。请这位玉夫人去县衙。这位夫人，请吧。放开我！不，我不去。你不能因为陆勺是你学生就这样袒护他。要是连学生都不护，那我还当他的什么老师？再说，我让你们去县衙请县令来判，不是才最公正吗？这要都是袒护，我都不知道要说什么好了。多谢老师，学生现在就将这件事情处理好。去吧。去了公堂之上，县令秉公处理。案子现在也很清楚了，陆勺是无辜被陷害的。陆梅当众诬陷，被县令判罚了当众掌嘴20下。这玉大郎也被县令教育一通，颜面丢尽。五郎，我可是你亲姐姐，你难道真要看我被掌嘴吗？你多次陷害我的时候，有想过我是你弟弟吗？再说了，你触犯了法律，县令大人判的掌嘴，你本就应该受罚的，和我有什么关系？五郎，你帮我求求县令呀，只要你不追究，不就可以了吗？你接连害我，我不会原谅你的。
回村以后，我还会请族长和族老们做主，和你彻底断绝关系。陆少，你怎么变得这么心狠手辣？我可是你亲姐姐，你不能这么对我。你现在只是我的隔房堂姐，还是分家出去的，所以请你不要一直拿姐姐来说事。你这样的话很侮辱姐姐这个身份。我说过的话你现在能记住了吧？今天你突然来闹，是你后娘挑唆的吧？真是太蠢了，一直都被后娘和玉家利用。爹藏了那么多财产，我们姐弟不知道，但是后娘和她的一双儿女不但知道，还享受了那么多年的富贵生活。除了爹私吞舅公的财产，剩下的可是外婆和娘留下的嫁妆。那些嫁妆按照正常情况都该是咱们的，可是没有哪家岳母和妻子的嫁妆是归丈夫的，不都是儿女继承吗？我已经被过继分了出去，也不稀罕那么点嫁妆。可是你不同，你还是五叔的亲女儿，那嫁妆就应该都是你的。别看五叔家现在欠着几百两，但他绝对能还上，因为我查到外婆还留下了一笔不菲的嫁妆，至少有上千两，被你爹和后娘藏了起来。还完欠债之后，他们还能继续富贵逍遥。可是你呢？以后在玉家的日子会越来越难过。那可明明都该是你的财产，就这样便宜了害死你亲娘的人，你说你蠢不蠢？我才查到你爹和后娘早就已经勾搭在一起了，娘是发现了他们的奸情，被活活气死的。他们花了外婆和娘的那么多嫁妆，也等于花的是你的财产，所以你们现在借住的院子就该是还给你才对。你要是想在玉家继续过日子，就得将自己的东西拿回来，否则你就等着吧，之后玉家肯定恨不得休了你，给玉大郎重新娶个新媳妇儿。还是那句话，如果再敢来纠缠我，就会像是你今天这样。你好自为之吧。陆梅的丈夫读书天赋怎么样？心比天高，梦比纸薄那种。他那天赋想考秀才，很难的。所以你虽然败坏了他们的名声，但还让他继续科考，其实就是想用他来拖着玉家，并抓着你前爹一家不放。还是娘子懂我。你什么时候离开？时间确定了吗？确定了，3天以后。那么快啊？要不是收我当学生，老师早走了，所以他说不能再耽搁了。你放心去吧，家里交给我就行。娘子，你呢，要照顾好自己。哦，对了，我给你画一种花草，你去游学的时候到处打听一下，看看能不能找到。如果有的话，你呢就把花和种子都带回来。哦，对了，这个花有毒素，取的时候呢都要戴着口罩和手套。我这2天会让大伯母他们做一些出来，你带着去。好，这个是什么花啊？这叫岩胶菊，虽然有毒性，但全身都是宝，不但可以做成杀虫剂做肥料，还能提取橡胶。提取橡胶之后的树枝呢，可以做成粘合剂和油漆。我主要是想用来提取橡胶。橡胶是什么呀？可以用来做轮胎的东西，车轮上裹上一层橡胶轮胎，不但防水还更稳，还能做鞋底等，这用处多着呢。好，我一定想办法找到。这一天，萧七3人来了村子里头。小娘子，你之前说的药丸做的怎么样了？小荷包里面都有一个瓷瓶，而且瓷瓶里面装着的就是我做的药丸，每一种药丸的用法和效果我也都用写在纸上了，塞在了每个荷包里，荷包上呢也绣了字，对应着药。你们拿药的时候可千万别弄混了。退热药你都准备了2份是吗？有一份呢是让你拿去试的，确定无害和有效果，你再自己用或者是送人。小娘子有心了，多谢。这些药要多少钱啊？不用钱，就拿羊毛、羊油、药材、树苗和种子来交换吧。哦，对了，药丸用银子都不卖，得要用东西来换。你要那么多羊毛和药材种子干什么呀？用羊毛来做保暖的东西，等天气冷了，做出来之后呢，会送给你们一些的。至于药材苗和种子，我是准备自己种。用来保暖的东西，听你这么说，我还挺好奇的。行，我会让人去收羊毛和羊油来当报酬。哎，做出来以后，你要第一时间给我送过去一点啊。没问题。你想做药丸的话，直接去买药材不就行了吗？还自己种啊？外面的药没有我种出来的好，而且我还会种一些当年种下次年就能够收的。不只是要做药丸，我还会做一些护肤、养肤、养发的膏。你会做能变白、皮肤变好的膏？会啊，你想用？才不是我用呢，我是想，如果效果好的话，可以买点拿回家给女眷用啊。原来是想跟女眷用，这个没问题的。不过现在我手里的药材和需要的植物有限，
用我自己种的效果才更好，所以明年再做了卖给你们吧。行，那我就等着明年再买。你把需要的药材苗和种子清单给我，我让人去找。多写一份，我们也让人去找。好，你们帮忙找的越多，以后我这边有了什么好玩意儿，就会往你们那边送的越多。没问题。巧巧娘子，以后有什么新东西，你记得给我们送一份。这是我家的地址，你让人拿着这玉佩去找我就行，我会和门房打招呼的。有事情可以找我们，给这个地址送信就行了。好，你们想要定制蜡烛什么的，也叫人送信来即可。陆勺去游学后，乔也主要做之前欠的定制蜡烛。五郎媳妇儿，县城里的铺子这几天刚好到期了，咱们是继续租还是收回来？租铺子的人今早来找我说想继续租，你们觉得呢？要收回来还得转租给别人，有点麻烦，要不还是让对方续租。四叔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不能续租给这家人，收回来重新租，或者自家用都行。为什么不能续租给这家人了？我之前看过，感觉他们家给的租金有点低，于是就去附近打听了下，这才发现他们给的租金比旁边铺子的要少将近一半。又仔细打听了，才发现原来租铺子的是老五媳妇舅家的人，他们现在想续租，不就是要继续占便宜吗？啊，还有这种事？四叔说的不错，这种便宜怎么可能让他们继续占呢？你们去县城通知他们家，房租到期那天必须搬走，不然就去请衙役过来。好，我到时候也会去亲自盯着。铺子收回来之后就不用再租了，就自家用吧。咱们自家留着用是要做什么生意啊？蚊香还是蜡烛？蚊香生意做不了多久了，蜡烛也不用摆在铺子里卖，所以就开一个家具铺吧。咱们家有座竹山，放着也太浪费了。最近几天就雇人在修一个作坊，专门用来做竹编、藤编和木工家具。竹编和藤编的家具材料不贵，所以可以卖便宜点。竹编和藤编的东西时间长了会发霉，这个做家具会不会不行啊？没事儿，我会配一种药水，将藤条和竹条放在水里浸泡，在烤干之后就不会再生霉了。卖的时候呢，还能对客人们承诺不会长霉。要是5年之内长霉了，可以拿来找我们换新的。当然，这是正常摆放使用的情况。如果是有人故意拿水泡等，那我们就不负责了。这个好，不过竹子和藤条，我们只会编点篮子什么的。家具要怎么弄？我知道怎么做，我教你们就行啦。五郎媳妇儿，你真厉害。五郎媳妇儿可是河神大人庇护的，能不厉害吗？那新作坊是不是要招人啊？对，要招人，招几个会做木工活的，老师傅和学徒都招。然后作坊建立起来之后啊，就收藤条，一捆多少文你们看着定价。竹条的话呢，就分派出去做零活吧。一捆20根竹条算2文钱。不过拿去的竹子每次都要登记数量，拿回来之后检查一下有没有人贪了。家具的制作最主要呢，就交给大伯来负责。还有其他的杂事，比如招人、收藤条和竹条等啊，就交给四叔来负责。好，木工活是我的强项。怎么不直接招几个人来专门做竹条啊？让做零活不但麻烦，不比招人花的钱少吧？确实比招人做更麻烦，可却能带动咱们村子的人气啊，来来往往的人会越来越多的。而且这样做了，咱们家在村里，其他村和县城的名声是不是会更好？那肯定会更好。咱们家现在也算是村里最富的人家了，没必要立个靶子让人嫉妒羡慕恨，只是盯着眼红，让大家都跟着赚点钱挺好的啊。要是有人想要对我们不利，这些和我们利益相关的人不用我们鼓动，都会主动站出来维护我们的。要是没了咱家人雇人干活，收艾草、松果、养羊、养蜂蜜的事情，你觉得他们会直接抓着陆梅骂吗？还有啊，陆梅之前作妖，我相公回来就去找族长和族老们做主。要是换成以前，你们觉得可能吗？换成以前，那肯定不可能。你们记住了，天下熙熙皆为利来，天下攘攘皆为利往。利要是用得好了，就是咱们手中最大的利器。咱们家其实不但不亏，还赚了名声。哦，你说的很有道理。嫂嫂，这是谁呀？他怎么了？我在河边救的人。二丫，你去找一套干净的衣服过来，我们帮他换了。四丫，你去打一盆温水过来。嫂嫂，你瞧，她长得真好看。是啊，她很美。才为对方换衣服，他还发现这美女的身份绝对不简单。
他身上穿的衣服面料竟和七皇子穿的一样。你们两个轮流在这儿守着，如果他发热或者出现什么情况，亦或者醒来了，就叫我。好的，嫂嫂。第二天，玉婉之，你可真不要脸！你吞了我娘的嫁妆，赶紧赔给我！陆梅，你个死丫头，你怎么跟我说话呢？啊？怎么？你现在不爱听了？你赶紧把嫁妆还给我！这五房一家人的日子呀，过得是苦不堪言。这边怎么还要带着这只小的？带着他保护我。你就这样单独去看药材，不怕遇到危险吗？不用再带2个人吗？不是说了吗？有牛保护我，不用带人。哎呦，你这牛真厉害！成哥，这丫头中招了，我就说我出手肯定不会有问题。花娘出手，我当然放心的。这丫头姿色上乘，好好的补一补身子，再打扮一下，能培养成头牌。要不将她带回楼里去？这丫头是良民，她丈夫听说和县衙的人关系不错，带回楼里去很麻烦，还是算了。这还不简单呀，卖去远点的青楼就行了。她虽然瘦了一点儿，但是五官底子却很好，绝对是能卖个好价钱的。要是你们同意，那就老规矩，我去联系买家，分30%的钱。哎，这次的货卖不了，我这边的雇主啊，要让我们毁了他的清白，还要闹得人尽皆知呢。哎呀，这样上乘的货真是可惜了。不过随你们吧。哥几个，快点办事啊！这小妇长得那么好看，便宜咱们了。我先来，你们再一个个来。等完了之后啊，把她直接丢到县城门口去。哎呦，你们这些臭男人，真是糟蹋好货！这几人还是人贩子。突然，旁边的小黑一冲，用牛角将他顶飞出去。妈了个巴的，这牛真凶！兄弟们，给我杀了这只死牛！哼，这么菜还敢出来毁人清白？你怎么没有晕啊？就你那点迷药，也想要将我迷晕？你想什么呢？你有坏人，快来抓坏人啊！大胆歹人，竟然再次行凶，跟我们去见官！有人指使他们骗我出城，想要毁了我，然后将我卖去外地的青楼。多亏着我带着小黑一起，在他们想要对我动手的时候，小黑将他们全部顶飞出去，护住了我。刚好又遇到了这3位侠义之人路过，这才将他们全部都制服，帮我押送几人前去报官。等乔叶他们慢悠悠地走到县衙门口时，外面已经围满了人。乔小娘子这样的好人，居然会有人那么恶毒的要害她，一定要严惩这些人，为乔小娘子做主。这些人敢做出这种事，一定要请县太爷做主。我之前只以为陆韶是个能人，没想到他妻子也不遑多让啊。韶弟的媳妇儿确实不是个简单的人，他们2人很般配。陆韶这个妻子看来也是个厉害的，大人这次可得好好查查，背后到底是谁敢这般大胆，做出这种恶事。不用吉兄说，这事儿我肯定要为乔小娘子做主的。大人，这些人肯定不是第一次拐卖人口，还请大人揪出害我幕后真凶的同时，也严查一下这几人，特别是这花娘，找出她的同谋。要是有被害和被拐卖的姑娘，也请大人救他们于苦海之中。请大人做主，严惩和严查这些人。本官一定会彻查到底。接着当众审讯成哥几人，于是成哥毫不犹豫的就将玉老五给卖了。接着玉老五被用刑，于是就将陆周瑾给卖了。你可认罪？大人，我没有做过的事，怎么认罪？可以让我和我五舅对质吗？可以。五舅，那天我们一起喝酒，我向你抱怨五郎媳妇对我爹娘不敬，挑唆着陆家和乔家的人找我娘的茬，更甚至他还动手打我，很气人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很气愤，说要为我们母子撑腰，主动提出要收拾五郎媳妇，对不对？我可有主动提出让你找表舅，去毁了五郎媳妇的清白？哎，这倒是没有啊。那我给你银子，让你给表舅了吗？你还没给啊。不过你说话的意思就是我要是收拾了死丫头，可以找你要钱，所以我去找你表舅，也是说事成之后再给的钱，这才没来得及找你要嘛。我以为你只是要去陆家闹，找五郎媳妇的小麻烦，所以答应会给你点钱买酒喝，可从始至终都没有说让你去找表舅，更没有说让你们毁了五郎媳妇的清白，让他卖去外地。你五舅，你擅自做主要害人，虽然是想要为我们母子打抱不平，
但你也不能做这种违法的事啊！事发后，你为了推卸罪责，居然还诬赖我。我没有。大人，我对质完了，我确实抱怨过五郎媳妇儿，但却没想要这么害她。这事儿都是我五舅一手做的，我没有指使过他。卢县令也没法拿陆周瑾问罪流放啊，不过却也能责罚。你身为一个读书人，像个老娘们一样搬空口舌，实属不该吧。卢县令直接革除陆周瑾的童生身份，还取消了他继续参加科考的资格。大人，我只是抱怨几句，怎么就要受到这样重的惩罚？你除了抱怨，还一步步的挑唆你舅舅。虽然不是明面上的指使者，但这件事却和你脱不开干系。你说你舅舅要收拾堂弟媳妇，不但不阻止，还承诺会给对方钱。你可不无辜，这就是本官对你的判罚。你要是不服气，可以去找知府告本官。是你算计我的。你有病吧？害我不成，居然又想要诬赖我。你是不是也想像陆梅一样被掌嘴？我也真是没想到你会这么恶毒，挑唆你舅舅过来害我。这些年来陆家真是白养了你。你真是好算计。这个陆周瑾还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我是瞎了眼了。哼，这个没用的东西。爹，我不要嫁给他。现在说退婚已经晚了。那就悔婚，反正我不想嫁给他了。孽障，当初是你非要嫁给他，这才定下的婚约，现在突然反悔，县城里的人会怎么说我们家？你将来还能嫁谁？而且这事儿有七皇子插手，更过了3媒6聘，你想不想嫁都得嫁。爹，我不要嫁给他，我不要。老爷，陆周瑾拜访。告诉他我不见，这是县令的判罚，我可改变不了，帮不上忙。是，老爷。你回来的好突然啊，我刚刚还准备给你写信呢。我们本来在隔壁府游历的，但是发生了一些大事，不得不离开。我找到了你要的银胶菊，因为有毒，不放心让别人远送。老师准备带我们去一趟边境，允许我先将银胶菊送回来，事办好之后再赶过去会合。快到县城以后，我骑马先行，马车在后面，傍晚才能到。我让他们直接送去村里。你厉害啊，这么快就找到了银胶菊带回来了。带回来的多吗？带来了10几辆马车，我将能找到的都让人挖来了。嚯，嫂嫂你很可以啊，带回来这么多，等你从边境游学回来就能穿上我给你做的脚底皮靴了。我很期待娘子做的胶底皮靴。小黑又撞了，这小子现在可能吃了，还背着我偷偷糟蹋了不少好东西，能不撞吗？撞点好啊。哥，你回来啦！暂时要回来几天，还要走。我给你们带了礼物，一会儿给你们。谢谢哥，我们先回房照顾那个夫人了。照顾什么夫人啊？我前2天去收药，在河边救了一受伤的女子，她一直昏迷不醒，我让2丫和4丫照看着。你救那个人穿着打扮是不是不凡啊？对，我发现她衣服的布料和萧七穿的一样，佩戴的首饰也很名贵。你是不是知道了她的身份？主子，你回来了。你这会儿过来是有事情吗？之前夫人让我查隔壁府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儿，我刚好查到武安侯前2天遭到了伏击，武安侯夫人被杀手劫持失踪。这2天隔壁府全城都在找侯夫人，以及缉拿杀手。夫人，你救的人10有8九就是那位侯夫人，他们应该很快就能找到咱们县来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也辛苦你们了。夫人客气了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你很惊讶我救了侯夫人？本该死的人被你救了，所以我比较意外。你知道他的事情？他的伤势好了很多，按照正常情况应该醒了，可他迟迟不醒，我总感觉他好像是受了什么打击，不愿意醒过来一样。确实是知道他的一些事情，他姑姑是当今太后，皇帝是他表哥，他出自镇国公府，他的2个哥哥曾先后为了救皇帝而死，现在国公府只剩下老国公一人，还在镇守边疆，很得皇帝敬重。他母亲早逝，是在宫中被人养大的，他还有一个姐姐，嫁到了义王府，是王妃，而这些人全部都很宠爱这位侯夫人。原来我救的人身份这么厉害，那他怎么会受伤失踪呢？其实老师改变游学地方也和这件事情有关系。
武安侯带着2位夫人回老家祭祖，遭到反王势力的袭击暗杀。侯夫人在杀手的袭击中失踪，所以隔壁府现在都已经闹翻天了。当年皇帝上位，跟他最有竞争力的王爷在夺权失败以后诈死，这些年还在暗地里建了一支势力。这次回乡祭祖，就让反王的人找到可乘之机，想将他和家眷杀了。武安侯所带之人虽然都是精锐，但是交手之际，2位夫人却被贼人擒住。反王的人被围住，就让武安侯选择放1人，他们则带着另外1人当人质，待能安全离开以后再放了这位夫人。所以那个武安侯选择了另外1位夫人，让这位昏迷的这位当了人质。对，不过选择这件事情知道的人极少，我也是后来才知晓的。这位侯夫人背景身份这么牛，怎么武安侯会有2个夫人？现任武安侯曾经是皇帝还是太子时的伴读，时常出入宫中，而侯夫人在宫中长大，所以他们2人是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。